现在很多车企造车都会把高颜值、极强的娱乐属性作为吸引年轻人的重要手段。就比如这台爱驰 U6，在研究年轻人喜好这件事上，真的走心了。说实话啊，这台爱驰 U6 的造型已经亮相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今天呢，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实车。那这种活力四射的造型还是惊艳到我了啊！再加上这台车呢，还是一个黄色的车身，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养眼耐看的配色，以及它呢还是一个酷配的造型，所以从颜值到配色，不夸张的说啊，这台爱驰 U6 真的是属于同级最亮的仔了。同时呢，也能看得出来，在揣摩年轻人审美这个层面啊，这台爱驰 U6 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虽然这个造型很拉风，但是它的风阻系数只有 0.248 CD。那更低的风阻系数呢，就意味着更低的能耗。尤其是对于一台纯电的 SUV 车型来说，那这种兼顾造型和美学的设计，真的是非常考验设计师的水平的。之前很多人买车啊，要的是空间、配置和动力。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买车真的只需要一样就够了，就是好玩。那坐进这台爱驰 U6 的车厢啊，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有一个很强的娱乐属性。就比如说这个酷似飞机挡杆的换挡机构，我第一次坐进这台车，看见这个配置之后，真的会不由自主的把玩一下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很惊喜的发现，其实它的操作逻辑还是非常简单的。我只需要上下拧动就可以调节不同的档位，而且 P 档呢也正好在大拇指的附近，用起来也比较方便，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个爱驰 U6 设计团队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此外呢，就是这个 14.0 英寸的中控屏，它不仅显示效果很清晰，同时呢它也具备一个很强的娱乐属性。除了我们平常常用的 APP 以外啊，它还有一个 K 歌功能。它还给你配了一个麦克风，再加上它的音响系统的播放时候的解析度也非常不错。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敏感，很多地方呢，你想去 KTV 唱歌基本上不太可能了。那通过它来简单的释放一下，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还有啊，根据刚才厂家的介绍，那未来呢，它还会搭载一个它专属的 Project Go 游戏。未来的用户呢，可以通过这个游戏获得积分，还能在爱驰的商城用积分兑换奖品。那这也算是爱驰 U6 给现在年轻人一个有创意的小惊喜。这台车的轴距呢是2800，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B 级车，所以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。我身高175，前排呢是我的驾驶坐姿，我的腿部空间差不多有3拳，那头部空间呢也差不多有2拳，还是比较宽敞的。而且还有一点啊，像很多这种纯电的轿车，它会把电池组放在地台的下方，导致地台很高，大腿的角度会坐着很难受。但是因为它是一台 SUV 车型，本身坐姿就比较高，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再加上地台呢也是比较的平，所以即便是后排坐3个乘客，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在驾驶感受方面啊，这台爱驰 U6 也有一些比较独到的优势。老规矩，我们先报一下参数啊。我们这台车呢是一台单电机的2驱车型，最大功率呢是160千瓦，最大扭矩呢是315牛米。那在实际体验上啊，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这个加速踏板很轻盈，而且踩着也比较线性，并没有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车一样啊，踩着有种很突兀的段落感。尤其是在拥堵路况行驶，那这种比较跟脚的刹车踏板开着还是比较轻松的。此外呢，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啊，那它的这个转向的手感也是比较轻盈的，但是并不廉价。在你转向的过程中呢，还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很细腻的阻尼感，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啊，这台爱驰 U6 呢，还是一个偏舒适性的调教，对于大部分的这种新手司机来说，还是比较友好的。坦白的说啊，单看动力参数，那这台爱驰 U6 呢，相比同级的竞品车型，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优势。但是试想一下啊，现在很多买纯电车的人，有多少会去暴力的去驾驶他们呢？其实大部分时间啊，他们还是在很温柔的去开。
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，你再去聊一台电动车它有多么暴力的输出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只是想买一台开着很舒服的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台爱驰U6也算是洞察的比较敏锐的。漂亮的外观，极强的娱乐属性，而且它还非常好开。看得出来啊，这台爱驰U6确实有很多贴合年轻人的小心思。在官方的定义里啊，把它称之为针对年轻人打造的智能纯电 SUV。那如今看来，爱驰也并没有食言。